这就是苹果的技术实力吗？这太突出了！这个，我宣布，苹果再一次改变了我的世界，毫不夸张，这就是 iOS 7以来啊，这12年以来最重要的更新，太强了！怎么办呢？这是。你好，我是大爷，欢迎来到科技美学。今天凌晨，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了苹果开发者大会，用2分钟发布会为你详细盘点了这场发布会里边足以改变整个业界的众多更新。那今天开始关注频道，咱们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每一项更新对于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重要改变。首先就是最重要的 iOS 26，咱们马上开始。这次 iOS 26这系统界面改变实在是太大，就你乍一看还是那个浅色的外观，但只要用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神奇。甚至我烧完之后感觉本来220克的手机，现在拿在手里可能也就180克，越用越轻，你敢信？有同学表示主播瞎编，咱们仔细来看。现在是锁屏界面，我们点亮，向上滑动的时候，注意看边缘这个位置，真的就像一汪水一片很有弧度的玻璃从屏幕往上滑，每一个解锁按钮也都做成了这种玻璃的样式。注意看这个数字6好像真的是一片水滴滴在这里。进入系统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差别，但仔细看，处处都是玻璃。下方的倒刻栏完全透明，它就好像一片真的玻璃覆盖在你的桌面上的感觉。拿一个玻璃块过来说明这个效果，具体效果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从上方向下滑，看到玻璃划过图标的感觉。我们再把真实的玻璃划下来，看到吗？就是这种感觉，好像你的手机里边真的覆盖了一层玻璃按钮。如果你还没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咱们来一张图片，把玻璃划下来，你看到玻璃划过我的脸，划过眼睛，怎么样这个效果？确实让人有点绷不住是吧？但足以说明它是真实光影的流动。对于你下方显示的所有界面都有折射、反射，甚至玻璃光线的衍射，甚至旁边还会有光线呈现出的这种彩虹纹，这实在是有点太真实了但是也有不太好的地方，比如从右上角滑下来控制中心，你注意看，由于所有的图标都变成了玻璃状，和下方的图标呢就有点重叠了。我的建议是把这个透明度调得稍微低一点。那大家也可以反馈一下估计苹果下一个版本就会更改。不过这个来回滑动晶莹剔透的感觉，这是没问题的。我们编辑桌面，图标呢都可以进行调整了，深色、浅色，包括透明色。这回真的是全桌面都变成玻璃了，甚至连桌面的小组件也都变成透明玻璃的样子。旁边的扳手也都是透明的，就很 Q 弹的感觉，忍不住上来摸一摸，感觉非常神奇。每一个图标都变成了这种透明可爱的样子。注意，别人家的系统都是自己单独去定制图标，有一些小的软件商它没适配，那图标就是还是原来的颜色。但是苹果不管，直接系统层面把所有图标全都用 AI 转换成了透明的，颜色也完全一致，治好强迫症，根本不需要等待第三方适配。不过这透明之后看起来有点辨识困难我这个老年人眼神。不过对我来说最友好的是，原来这些小红点全都变成了小白点，通知再也看着不闹心了不过我自己还是切换回去吧这有些图标都认不出来了。你可以把所有图标还都调整成你自己想要的那种颜色比如说我喜欢绿色，生活就得来点绿色所有图标都变成绿色了好绿好，还是改回来。就连音量调节也都变成了半透明玻璃的效果。编辑页面每一个图标呢也都很可爱，调整顺序也都没问题，而且就好像是一个一个玻璃片覆盖到另外一个玻璃片上面的感觉，光影在下方都是真实的传递过来。你要时刻想着这耗费老多内存了。来看拍照界面重要的改变，首先下方最常看到的只剩2个图标了，而原来这是一堆图标，2个图标更是常用。那其他功能哪儿去了呢？我们点击之后来回滑动，看到了吗？所有图标都在，好像一个玻璃片在图标的上边来回滑动，感觉你的手指都变成了一片水。想要更多功能非常简单，按住图标向上滑，这个水就摊开了，变成了其他的图标。所有的功能按键全都变成了水状图标。切到视频，同样向上滑，调出更多的功能按键。看这个变化的动画哇，相当的神奇和拟真。很难想象这设计师掉了多少头发能搞出这么一套神奇的界面出来。而其他的功能则是在上方进行其他的详细调整。现在呢，你看它切换的时候会略微有一点 bug有点跟不上。这可是 iPhone 16 Pro
看完相机，接下来就是本次最重磅的升级——相册。图标这些变化咱就不多说了，看里边。首先啊，这是 iOS 18的图标，这相册啊简直是令人发指的难用。一进来，下边一大堆功能，搞得我都直迷糊，啥也找不着。咱们看这回啊，整个界面变得简洁了多。进来之后呢，全都是常规的照片，正常缩放也很顺滑。注意看上方的功能按钮，点开出来也都是透明的效果。再到2级菜单啊，同样有这种半透明的效果出来，整体感觉很轻盈。下方当我们选择年月日的时候，每一个图标呢也都是玻璃的效果。当我们想要 iOS 18那些比较复杂的功能，就可以选择旁边的精选集过来，把这个水滴啊划过来。水滴划过来之后，这边就会出现原来那些一堆复杂的功能了。接下来啊，就是这次最受我关注的裸眼 3D 照片。首先在相册里找一张你的人像，比如说呢，打开你女朋友的照片，和空间视频相似的那个空间按钮，点一下，哎，此时这个人他就变了，他就活了。放大看一下，哎，怎么样？当我们晃动的时候，这张照片啊就像悬浮起来一样，整个这个人物呢和背景就完全分离了。你好像在拿着一个真实的立体相册的样子，非常非常的真实。你能在现在咱们这个2D 视频里面看到裸眼 3D 的效果，而且这过程非常的快，1秒钟结束。无论是横版、竖版全都支持。找一张其他的照片，我们再切换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过程，非常的神奇。每一张照片的计算过程，哎，就是这么1秒钟，划过它就完成了。完全不需要复杂的过程，或者把照片要上传到云端 AI 计算，不用，全都是苹果 iPhone 的本地 AI 计算。不得不说，能力还是强。看到这里，有同学会奇怪啊，这有什么强的？之前不是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软件啊，能把你这个人物提出来吗？你注意，那些都是纸片，把主体和背景分离，前屏啊好像就是一个片纸片人在前面浮动的，它没有立体感。我给你看几张照片，你感受一下啊。比如说，这是我们同事啊，点击进入空间照片，晃动之后，仔细看，前方的身前的这个人偶啊，它在一个层里面，中间的是人物，然后才是背景。看到了吗？这个人偶，它是悬浮于你的身体之上的，也就是说，它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2层纸片，而是一个真实立体的人物。我们再换一张，这是咱们随手拍的一张照片。1秒钟之后，你的手悬浮在你的身前，你的人悬浮在你的手的后面，同时呢又在办公室的前面，而你另外的一只手呢是可以背伸到你的身后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啊，他的体积真实的存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层照片纸。拉近看一看。这个 AI 的计算能力，我只能说恐怖。虽然我们没有戴 3D 眼镜，但似乎已经来到了这个空间当中。还没明白啊？咱们再换几张照片，仔细看这张地方啊，他的鼻子是突出于他的脸的，他的耳朵呢又明显在脸的后面。我们来滑动的时候，这才是真实的裸眼 3D， 它就真的在你面前了。看人脸的时候，它是该突出的突出。来张四妹的，仔细看这个画面，头发是在人脸的前面。晃动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鼻子是突出起来的。来张 A 大王，下方的手枪明显比这个身体距离你的人更近，后边的头发呢明显就离你更远，该近的地方近，该远的地方远。来个古墓丽影，可以想象一下啊，未来你手中所有的卡牌全都可以变成3维立体的，前方的字幕在前面突出，后方的背景，甚至这个头发啊都在身体的后面。这波100分啊，给苹果的技术力打一个分数。再换一张钢铁侠，仔细看前面的人手距离你更近，后面的手距离你更远。来一张小米苏七，人物明显距离你更近，字符呢明显距离你更远。注意看下方的车辆，前车灯啊，前机盖它是可以抬起来挡住后面的风挡玻璃。也就是说，这个车啊，它也是有立体感的。iPhone 呢会识别出它是一个立体的车辆，前方这里离你更近，后方的轮胎呢就明显离你更远。下方晃动的时候，前机盖整体都抬到了上方，甚至远方的椰子树啊，这2棵树离你更近，而后边的这些小的树啊会离你稍远一点。感觉这个游戏场景真实的来到了你的眼前。有同学说这再厉害不也就一张照片吗？你得往远了想。现在呢是1秒处理1张，明年也许就1秒处理24张。到时候玩游戏看电影，里边的人物就真实的停在你的面前，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游戏里的主角离你更近，背景呢离你更远，
所有的画面啊都是该突出的突出，该回收的收收。咱们来看格斗游戏画面，你甚至能感觉到啊，这老桑啊，他这胡子都已经支出屏幕了啊，支到前边来了。你看春丽的这个鼻子，我们向这边活动的时候，鼻子明显往这边来一点；我们向远处的时候，鼻子呢稍微突出人脸一些。100%啊，改变了我的世界。我宣布啊，这就是 iOS 26里边最重磅的相册更新，等于说你相册里边所有的照片全都活了。有同学说这不就是针对人吗？还有呢，你拍摄的风景好像真的是从窗子里边向外看去，所有的场景啊都像，这不能说是录像了，好像是游戏场景一样。以往我们说手机拍完的照片啊，看它就是一个相框嘛，但是今天开始，你的手机里边它是一扇窗，透过这个画面啊，你能看到当时外边的那个真实风景。怎么样啊？觉得这个比喻比较恰当啊，可以打破6。未来苹果把一切啊，包括视频、游戏全都变成立体的，这才是 only 苹果看度。OK， 今天先激动到这里。iOS 26界面还有相册功能满分100，大家打一个分数。总结这次 iPhone 的更新啊，这既有外观也有实用的，动态玻璃非常的梦幻，感觉像它拿在手里一片水滴在屏幕上游动。别人家都宣称光线追踪我没见过，但苹果的光线追踪就在眼前，系统级别的苹果光追。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盼望着未来3个月 iPhone 17的上市，因为那个手机才是针对这个系统完美适配的。OK 啊，关注一下频道，下一个视频为你继续介绍更新更大的 iPadOS 26。我是大爷，下一个视频见。